去年暑期，我发布了这期 GPT 字幕翻译工具的视频。没错，在 GPT 发布之后，我身边的朋友，包括我自己，都嗅到了一股知识自由的味道。不像其他科技产品，GPT 的发布，甚至是所有的更新，都是全球多语种同步进行的，而且得益于大模型的特性，甚至 OpenAI 没有也不需要为此付出非常大的努力。GPT 天生丽质，天生就精通各大语言。时光荏苒，这一年中 GPT、OpenAI 乃至整个生成式大语言模型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OpenAI 发布了最新的全能大模型 GPT-4o。And now the big news. Today, we are releasing our newest flagship model. This is GPT-4o. 其他科技公司也推出了像 Claude、Gemini、同1000问这样的大模型。那些生成式 AI 的新星也都各有各的特点，有些模型在一些特定任务上的能力表现甚至不输给 OpenAI。之前视频中我们的程序都是基于 OpenAI API 的，但是视频发布之后，我才意识到其实这个 API 的门槛是有点高的。我自己在免费额度用完之后，也没有找到合理的方法继续续费。OpenAI API 也明确反对来自其支持地区以外的访问，而因为 GPT-4o 使用成本的降低 ，OpenAI 已经将 GPT-4o 开放给免费的 ChatGPT 用户。这段时间里，我也见到了一些其他人的工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和我一样发现，最近许许多多的 UP 主开始给自己的视频加英文字幕了。但是细看会发现，每条英文字幕都是大写开头的。很明显，这类字幕翻译是一条一条翻译的，不带上下文信息。其实我大概已经猜到这种字幕是用什么做的了，但是我们暂且不表。大家如果遇到的话，可以留意一下。我是觉得，如果不带上下文的话，即使是生成式 AI 也很难准确的翻译。总之，之前的程序已经有些不合时宜。今天我们要宣布一些新的改进，但在介绍所有的改进之前，我们必须先讨论一些关于翻译的哲学问题。有一个著名的悖论叫做三元悖论，或者叫不可能三角，说的就是一件事情很难做到三全其美。那么对于翻译也是如此。我个人认为，在翻译这件事情上，省钱、省力、高质量这3点是几乎不可能同时满足的。如果想要省钱省力，那么很难做到高质量；如果想要省钱而又获得高质量的翻译，那么必须付出精力；如果想要省力而又获得高质量的翻译，那就必须多花点钱了。现在看来，我们使用 GPT 辅助翻译也无法跳出这个框架，我们只能做到尽量的少花钱省力，并且获得比较高的翻译质量。如果你想要制作优良的字幕的话，还是需要人工参与的。当然可以肯定的是，这个过程会省力很多。首先，我还是觉得使用 API 更加方便，因为 API 的自动化程度比较高，程序可以自主调用。国内用户虽然难以调用 OpenAI、Anthropic 等提供的 API， 但已经有很多华人中间商提供了价格合适的代理服务。这样的话，只需要给一个实体付费，就可以调用市面上大多数的 API。另外，这样做其实也可以保证一定的合规性，因为有些代理服务公司是在海外正规注册的公司，也可以提供收据。关于中间商赚差价，其实你只要找到合适的中间商，这个差价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这点我们现在就不深入展开了。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去了解一下。我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个 One API 整理的列表，你按照上面的探索一圈，你就会发现有一些的确比较实惠的中间商了。在此基础上，我们在程序里允许你修改 API Base， 也就是可以使用 OpenAI 以外的提供服务的中间商。另外，最新版本的 OpenAI 官方的 Python SDK 已经不能设置代理了，所以我们采用了更加通用的方法，就是直接用 Request 库来访问 API， 这样我们还是可以保留代理设置。
因为中间商需要转发你的请求，所以他们是完全可以获得你请求的内容的。使用代理或许可以在中间商面前保留一些隐私，但也不一定，因为你的付款信息可能早就分享给中间商了。另外，你在选购之前最好详细了解一下他们的隐私政策，不同的中间商的隐私协议相去甚远。因此，现在除了 OpenAI 系列模型以外，所有兼容 OpenAI API 格式的接口都可以无缝兼容。经过我的测试 ，Anthropic 的 Claude 系列、谷歌的 Gemini 系列以及国内的通义千问、讯飞星火都可以正常调用。其中，通义千问和讯飞星火是官方提供 OpenAI API 兼容接口的 Anthropic 的 Claude 系列，谷歌的 Gemini 系列则是我通过 MyGPT 中间商提供的兼容接口调用的。另外，我还把发给大模型的翻译请求的格式统一成了 JSON 格式，这样大模型回复的格式更有可能是正确的，和之前的使用方式基本相同。你可以设置模型的类型和代理地址，你需要提供系统提示以及需要翻译的字幕文件的路径，目前只支持 SRT 格式。然后你也可以设置在每个提交给大模型的批次中加入多少条重复的字幕，就比如说第一次是第1到40条，那么如果把这个数值设成5的话，第二次就是第35到第75条。那么借着这个机会，我们也来测试一下现在各路大模型在字幕翻译这个任务上的能力究竟如何。这期视频花了我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制作。期间 ，OpenAI 发布了其 GPT-4o 系列最新的小模型 GPT-4o Mini。据官方所述，其价格比 GPT-3.5 Turbo 便宜超过50%的同时，性能介于 GPT-3.5 Turbo 和 GPT-4o 之间，超过了谷歌的小模型 Gemini Flash 和 Anthropic 的小模型 Claude Haiku。秉着严谨认真的态度，我补测了 GPT-4o Mini， 结论会放在最后。什么？你说为什么我不提 GPT-4 Turbo？ 那我只能说 GPT-4 现在真的是谁用谁傻逼。我只能说现在 GPT-4 价格要比 GPT-4o 贵一大截，但是能力接近甚至不如 4o， 除非是测试，我通常是不会考虑 GPT-4 的。前阵子 Gemini 推出的时候，就有人说它的翻译能力要显著强于 GPT-4， 也有很多测试表明 Claude 的中文能力明显强于 GPT-4。用下来，很多 AI 其实都有一个通病， GPT 家族中无论是 3.5 还是 4o 都有这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把英语字幕翻译成中文时，它无法保证翻译前后字幕条数的一致性。如果我一次输入40条字幕，那么输出的通常是少于40条的，有时候就只有20几条甚至10几条，因为它把原本字幕很多条组成的一整句话直接翻译到了一条里面。它也不会说比如把第4、第5、第6条合并翻译，统一都输出到翻译后的第4条里面后，下次就从第7条开始输出，不会的。他下次还是会从第5条开始，目前他还没有聪明到这个程度。这也就是为什么虽然翻译能力尚可，但是翻译出来的字幕是没办法直接用的，会有严重的错位现象。我尝试在 prompt 中要求 AI 保持条数一致，但是目前还没有成功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观众朋友们有成功解决这个问题的，麻烦请一定要告诉我。当然，这个也是情况而定，在一些简单的场景，比如日语翻译中，各路 AI 前后字幕条数的一致性就保持得比较好。也许是中日文化相通，中日语言差异相对较小的原因。这次参测的有 GPT 3.5 Turbo、GPT-4o、Claude 3.5 Sonnet、Gemini 1.5 Pro、讯飞星火 Max、千问 1.5 110B 以及千问 Max。还有补测的 GPT-4o Mini。篇幅限制，详细的对各路 AI 的字幕翻译能力加上其他能力的测试，我以后可能会打包做成另一期视频详细介绍。总的来说，
这次测试还是有许多收获的。首先最能 blow my mind 的就是 Claude 3.5 Sonnet 了。本次测试我设置了2个场景，第一个是相当困难的场景，旨在测试 AI 在极端条件下的翻译能力。语言为英语，提供给 AI 的字幕是 YouTube 自动生成的，包含一些错误，而且没有标点符号。AI 需要自行断句，而且这其中有2个人在讲话。I'm also here with Stephanie. And AI 也需要自行分辨。几乎所有的 AI 在这个场景中都出现了上面我提到的输出字幕条数缩水的情况。原始字幕一共有444条 ，GPT-4o 输出了399条 ，GPT 3.5 Turbo 则输出了333条。其实缩水无关多少，只要有缩水就需要人工重新对轴，这是不小的工作量。而 Claude 3.5 Sonnet 一气绝尘，直接输出了444条，在这种最极限的场景下保持了字幕条数原封不动，基本只需要稍微校正一些错位的地方就可以使用了。而除此之外，条数缩水最少的是 Gemini 1.5 Pro， 输出了437条，虽然比其他 AI 多很多，但实际看下来错位现象很严重，仍然是需要人工重新对轴的。那么作为最后补测的 GPT-4o Mini， 你猜猜它输出了多少条？我的个乖乖，444条。我们观察截图可以看到其每次输出的条数都在35条以上，得益于5条字幕的冗余，它最终输出了和原始字幕相同的条数。当然，这和 Claude 3.5 Sonnet 还是有一些差距的。Claude 3.5 Sonnet 基本是稳定在38到40，但考虑到如此小巧便宜的模型居然能够摸到 Claude 3.5 Sonnet 的屁股，还是值得称道的。由于字幕条数实在太多，我无法一一对轴，所以翻译质量方面我就用了原字幕的前106条用于测试，再加上 YouTube 自动翻译作为对照，统计错误数量。what is going on, everybody? Welcome back to another full self-driving video. We're here with another update, 12.4.3. This has been being 谷歌翻译虽然是针对英语对其他语言翻译做过专门优化的，但是一方面先天能力不足，一方面遇到如此复杂的情况，终究还是比不过生成式 AI， 表现最差，有42处错误。参测模型方面 ，Gemini 1.5 Pro 有11处错误。Claude 3.5 Sonnet 有5处，千问 1.5 110B 有16处 ，GPT-4o 有3处 ，GPT 3.5 Turbo 有12处，讯飞星火有14处，千问 Max 也是14处。GPT-4o 和 Claude 3.5 Sonnet 属于第一梯队，其中 4o 翻译的风格是比较特别的，可以说它比较像老练的翻译。英语口语中有些意思重复的它就没有翻译，而且不拘泥于原文，比较符合中文的表达习惯。GPT-4o Mini 总共错了10处，也许是受制于参数量，翻译质量并没有特别亮眼，但是仍然略微领先于 GPT 3.5 Turbo， 甚至要比 Gemini 1.5 Pro 少错1处。在小模型里可以说是独树一帜。其实这些国产 AI 都是我看到一些宣传后补测的，为此我还特意注册了阿里云和讯飞星火的账号。别的先不说，两家给的免费额度都是相当有诚意的。阿里云给了100万 token 的额度，而讯飞星火直接给了1亿 token。不过我原本以为国产 AI 会有主场优势，但是现在看来好像有点水土不服啊。倒是美国的几家似乎是发挥了英语的主场优势，不过这也不能怪国产 AI。就拿千问举例，千问开源系列参数量最大的也就是千问 1.5 110B， 有大约1100亿的参数。闭源的千问 Max 没有公布具体的参数量，官方称其是通义千问1000亿级别超大规模语言模型，应该也不会超过1000亿太多。而 GPT 3.5 Turbo 就拥有超过1750亿参数，
所以在参数量不占优的情况下能做到这样其实也已经很不错了。另一个不得不考虑的因素就是价格。下面我给出的国外模型的价格都是我在 OmniGPT 中间商处获得的价格，其中 Cloud GPT、Gemini 系列是按照官方美元原价乘上 1.1 的溢价系数再乘上7的汇率算出的人民币价格，而千问 1.5 110B 则是阿里云官方定价乘上 0.5 的系数。之所以能做到比阿里云官方便宜，是因为千问 1.5 110B 是开源模型，只要有硬件谁都可以为其提供 API 服务。OmniGPT 就采用了定价比官方便宜的 Together AI 提供的千问 API。千问 Max 由于在阿里云免费额度内，故采用消耗 token 数按照官方公布每千 token 定价计算得出。讯飞星火也在免费试用额度内，但是其定价就比较复杂了，因为它采用的是先付后用的模式，而且根据充值金额不同，单价也有所不同。我们暂且按大家最容易接触到的90元每300万 token 和程序输出的总 token 数来计算。以下是结论：翻译所有444条字幕 Cloud 3.5 Sonnet 的总开销达到了 1.34元，而千问 1.5 110B 只消耗了 0.1元左右。另外 Gemini 1.5 Pro 花了 0.89元， GPT 3.5 Turbo 花了 0.13元左右， GPT-4o 花了 1.3元左右。在这个方面 GPT-4o Mini 发挥了它作为小模型的主场优势，总开销不到 GPT 3.5 Turbo 的1/2，和图表左侧的大模型相比更是只有零头。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千问 Max 和讯飞星火 Max 可能参数量仍然处于小模型水平，但是仍然是目前阿里和讯飞所能提供的最大的模型了，所以不难理解其也有旗舰级的定价。另外不得不提的是，就目前的场景来说，千问 Max 和讯飞星火 Max 生成回答的速度都偏慢，其他模型完成一次对话的用时都在7到8秒左右，而千问 Max 平均大约要用30秒，讯飞星火 Max 则接近35秒。加上千问 Max 和讯飞星火 Max 有时输出的格式不正确，无法正确解析，需要重试，所以花费的时间就更长了。就这个场景而言，千问 Max 用时7分42秒，讯飞星火 Max 用时8分52秒。作为对比， GPT-4o Mini 完成用时2分钟左右。那么第二个场景就是相对非常简单的场景了。首先，语言是和中文文化上相对接近的日语，字幕也是视频创作者自行制作的人工字幕，基本上是不存在识别错误的问题的。那么这次国产模型们能够胜出吗？首先我们会发现，在这个条件比较好的场景下，谷歌翻译仍然表现不佳。我也是最近才发现的，原来如果目标语言和源语言不是英语的话，谷歌翻译会用英语来中转。也就是说，如果你要把日语的内容翻译成中文的话，谷歌翻译会先将其翻译为英语，然后再翻译为中文。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小实验来验证一下此事。，日语和中文作为本来就比较相似的语言，中间却要经过英语来中转，效果就比较差了。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按照我对谷歌翻译使用的 BERT 模型的理解，它应该是可以做到任意语言之间直接互相翻译的。不止谷歌翻译，微软翻译也有这个问题。
但是苹果翻译似乎是没有这个问题的。生成式 AI 方面，首先需要指出的是，这个场景下参测的所有模型基本都完美的做到了条数不缩水，输入40条，输出基本全是40条。相比之前一个场景整体都好了不少，有的模型甚至能够达到完全不出错。GPT 3.5 Turbo 发挥失常，可能是因为 GPT 3.5训练的时候 OpenAI 尚未重视外语能力。GPT 4o、Claude 3.5 Sonnet、Gemini 1.5 Pro 都没有出现翻译错误，千问系列也有非常不错的表现。GPT 4o Mini 总算是摆脱了 GPT 3.5 Turbo 黑洞般的表现。由于大家错的实在不多，这个场景中我还额外统计了翻译中不符合简体中文表达习惯的数量，其中大多集中在机电工和架空线这2个词语上。大陆简体中文一般会使用售电工和接触网，那么算上这些，可以看到千问 R72B 和千问 Max 已经略微遥遥领先。关于讯飞星火，我只能说翻译不是它的强项。当然，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即使是人类翻译也不一定能避免这种错误，毕竟不是每个翻译都知道这些专业名词，而且虽然不同地区使用中文的习惯略有差别，但理解基本不成问题。我第一次听到 B 站上有大陆人说平交道的时候也不知所云，后来才知道大陆叫法应该是铁路道口，平交道是台湾说法。有关具体的翻译文本和错误的细节，我会在视频发布后一并公布，大家可以关注评论区。字幕数量保持不变且翻译几乎无误，这足以说明，就日语而言，我们当前的工作流已能产出相当实用的字幕。对于我们这些制作小成本视频的创作者来说，为每个视频添加准确的日语字幕已经几乎毫无障碍。同理，翻译和搬运日语视频所需的工作量也大幅降低。不仅如此，在 Claude 3.5 Sonnet 的支持下，即便是英语字幕的制作也已相当实用。总结一下，如果你追求最高质量，那么你可以在 Claude 3.5 Sonnet 和 GPT 4o 中选。如果你追求最高的翻译质量，那么我推荐 GPT 4o。如果你希望减轻后期对轴的工作量，或者希望无人工干预情况下也能输出能用的字幕， Claude 3.5 Sonnet 就更加适合。如果你追求的是最高性价比，那么毫无疑问现在最好的选择就是 GPT 4o Mini， 其字幕条数一致性保持得很好，遥遥领先于其他小模型，同时翻译质量没有特别拉胯，最重要的是其价格极具竞争力。就我自己而言，翻译10分钟以上的较长视频的时候，我会首选 GPT 4o Mini， 毕竟价格是首要考量，而短视频则看情况。如果原视频字幕质量不高，偏口语，而且只是自己看看，那就用 Claude 3.5 Sonnet。如果是要发布的，那就用 GPT 4o， 后期再人工对轴。如果原视频字幕质量高，偏书面，GPT 4o Mini 也足以胜任。除此之外，这次我还开发了专门适配 ChatGPT 的程序。如果你不希望翻译的内容被中间商中转，或者你不想为 API 付费，那么你可以考虑使用这个版本。首先还是像以前一样输入字幕的路径，然后会生成一个用于翻译的 TXT 文件。然后程序就会暂停等待你把字幕喂给 ChatGPT。由于 ChatGPT 本身具有上下文记忆功能，所以无需设置字幕重复，因此默认值被设为0。然后你可以登录 ChatGPT， 把这些字幕文件逐条发送给 AI。
然后再在 translated.json 中创建一个列表，依次填入 ChatGPT 生成的翻译，然后按下回车继续程序，它就会生成翻译好的 SRT 字幕文件了。此举也是为了方便那些没有 API 或者不想付费的用户，他们可能才是最多的用户群体。不只是 ChatGPT， 你可以用它对接任何提供聊天功能的生成式 AI。纵使如今生成式 AI 已经非常强大，我仍然要指出目前的局限性。就像上面提到的， AI 给出的翻译还是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错误。而且输出字幕的条目通常都不会和原字幕完美对应。如果你是认真做翻译的，请一定要进行校对，这一点和以前大模型出现之前的机器翻译是一样的。日月如梭，光阴似箭。去年暑期，本 UP 主发布了第17 GPT 自动翻译工具的视频，到现在也快1年了。在这短短的1年间，生成式 AI 技术突飞猛进。大语言模型也逐渐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今年暑假时光匆匆，仅有短暂的1个月可供探索，还有一大堆作业缠身。随着高3的临近，时间愈发宝贵。尽管如此，我仍竭尽全力为大家带来这次更新。如果大家发现视频中有出现错误，欢迎留言讨论指正。也欢迎大家在我的基础上探索出更多新奇有趣的玩法。展望未来，我满怀期待，希望在明年的暑期，我们能够再次相聚，共同见证生成式 AI 技术的进一步飞跃。感谢各位的支持与关注，我们明年再会。别误会啊，我说的只是下一个关于 GPT 翻译的视频可能要留到明年暑期制作。其他类型的视频我还是会继续随缘更新的。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那我们下个视频见。